俄军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单日损失1030名士兵，这是乌俄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按照这速度，俄军一天损失一个营，过不了多久，士兵就要被打光了。普京再动员50万炮灰也不是不可能。除了普通士兵伤亡惨重，俄军的指挥官也损失了不少，单说将军就死了11个。在这种情况下，俄军还在集结士兵，打算在卢甘斯克西部和顿涅茨克南部发起新一轮进攻，这不是茅坑里挑灯吗？套用乌国防部说的话就是，来伤亡之地不是问题，回去才是。位于当下处于乌俄战场的俄军来说，其中大多数人都只有一张单程票，来时坐飞机，走的时候就剩一捧土。在双方装备情报存在差距的情况下，俄军的损失一天比一天大。根据乌克兰的情报显示，在2月7日损失1030人，并有14辆坦克、28辆装甲运兵车以及1门火炮被摧毁。而俄军也不甘示弱，扭头就爆出了乌军1月份的损失。按照俄罗斯的情报，乌克兰在今年1月损失了6500名士兵、26架飞机、7架直升机、208架无人机、314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以及40个 MLRS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甚至说，北约援乌的武器装备都被俄军摧毁了，包括运输路线和战斗阵地。也不知道俄军这情报是哪儿来的，运输路线都被摧毁了。俄罗斯要真有这能力，巴赫穆特早就易主了，打击乌军后勤线就赢了。至于乌军的阵亡人数，火力军觉得有水分，但是并不大。毕竟就俄军的阵亡人数来看，确实有可能。俄军一天损失几百上千人，乌军不可能一点损失都没有。至于俄军损失怎么来的，火力军估计重点还是在巴赫穆特。相较之前，乌俄双方的控制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打得最激烈的地方还是巴赫穆特。估计乌克兰投入10个旅3万人左右，俄军则是投入瓦格纳雇佣兵5万人，就剩1万了。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至于巴赫穆特当前的局势，鹿死谁手仍是未知。在之前的战斗中，俄军第58集团军瓦格纳雇佣军损失惨重，于是俄军开始调兵遣将，加强巴赫穆特的兵力。很久没露面的第35集团军、第20集团军、第2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等重装部队又重新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乌军则是派遣 SOF 特种部队和亚速营进入巴赫穆特，而兵力加强也意味着伤亡扩大。单说巴赫穆特的局势，俄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在巴赫穆特南部战线，俄军在控制克列谢耶夫卡后，一路向西突进，继续轮番进攻伊万尼夫斯基以及斯图波基村的乌军阵地。在巴赫穆特的西南方向，俄军继续在伊沃诺斯卡亚附近进行攻击，距离巴赫穆特市中心不足2公里。但乌军作为守城方，兵力不缺，俄军想要拿下巴赫穆特，难度比他们想的要更大。并且乌军及工程人员已在巴赫穆特周边的高地构筑了大量工事 ，T-0504暂时无忧，就等俄军冲锋送人头了。而且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战术也有问题，每天从同一个方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动进攻，能有效果才怪。需要注意的是，从乌俄双方在战场的布局来看，俄军伤亡破纪录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战役即将开幕。根据可靠情报显示，俄军正向乌东增援。2月15日后，可能在卢甘斯克西部以及顿涅茨克南部发起新一轮进攻。克里姆林宫制定的大规模计划里，甚至包括再次进攻基辅。不过很显然，有些不现实。就算是计划已经制定了，也没人相信会成功。在火力军看来，这与自杀无异。俄军缺乏高性能装备和弹药，最高指挥部无法对前线战况进行客观评估，几十万动员兵只能充当预备队，而不能单独战斗。这次进攻会比去年基辅溃败更惨，只会损失大量的兵力和资源。俄军跟之前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战力减弱，而乌军则已脱胎换骨。现在乌军总兵力是119个旅。在顿涅茨克有51个旅，在哈尔科夫有3个旅，在卢甘斯克有21个旅，
在扎波罗热有6个旅，在赫尔松有9个旅，还有29个旅在后方，其中20个旅驻守白俄边境基辅、敖德萨、第聂伯罗等地做卫戍部队，剩余9个旅正在利沃夫和北约国家接受训练。以1个旅4000人计算，乌军有46到47万野战部队，包括后勤保障勤务和独立炮兵、工兵等等。乌军总兵力维持在80万人左右，这是去年乌军规模的4倍。依照一般作战规律，进攻方如果获胜，需要部署3倍于防守方的兵力。以乌军48万野战部队的规模，俄军至少要有100万的兵力，才有可能保持全面进攻的态势。对于目前的俄罗斯而言，不太可能。单单一个部分动员令，俄罗斯民众都不同意了，更别说全国总动员了。同时，乌军也在计划组建工事。为了加强乌军的攻击能力，乌克兰决定以内务部警察以及边防部队为核心，组建8个突击旅，人数至少3.2万人。精锐部队配合北约武器，可以说是战场上的一把尖刀。问题来了，既然乌俄双方都在计划总攻，究竟鹿死谁手？就拿当前的巴赫穆特而言，它能影响战局吗？火力军的看法是影响不大。巴赫穆特的位置确实可以算是乌东重要战略城镇，它是连接乌东整条战线的重要交通枢纽，拥有3条铁路和2条高速公路补给线，各方向都连接着重要城市。乌克兰军队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都要经过巴赫穆特才能运送到前线，但是它并不算一个大城市，就算是俄罗斯拿下了巴赫穆特，对整体局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还是很难完成俄罗斯夺取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后面的双 BOSS 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才是真正的终极之战。所以美军一直建议乌克兰赶紧轻装前往恰索夫亚尔，并在那里构筑新的防线。不过对乌克兰来说，经过数月战斗，巴赫穆特已经成为乌克兰是否要坚持与俄罗斯较量到底的象征。看重的巴赫穆特的政治意义，坚持认为应该在此处动用更多兵力与俄罗斯决战。如果不说巴赫穆特战场，把方向往大了说，俄军败局已经很明显了。比如情报，乌克兰能轰炸俄罗斯本土的机场，靠的就是北约给予的情报支持。在乌俄战场上，乌军还有美国的星链。乌军特种部队滴滴打车式战斗以及乌军炮兵外卖接单式战斗都基于星链，从1名士兵、1门火炮弹药储备情况和总司令都在一个系统，做到全员协同、订单式进退，直接破坏俄军传统火力优势。所以只要发现星链信号中断，俄军炮兵会立刻进行火力覆盖，只是没什么用。而且最近俄罗斯还吹牛，表示俄军已经找到了可以精确定位星链卫星系统终端的技术。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俄专家改进了俄军的白旗型机动卫星定位系统，可在180度扇面对10公里区域星链终端进行精确定位，一次最多可定位60多个。隐藏在地下工事中的乌军将无处可逃，但是这显然是笑话。别说定位基本不可能，就算是定位到了，以俄军的误差范围，2公里的精确弹药也打不着。而且星链在天上，而乌军有多达2万个终端在地上，打终端治标不治本。其次，北约援助。在乌克兰计划中，美国和北约坦克装甲车抵达乌俄战场后，乌军就可以建立起专门负责突破战的装甲旅和突击旅。在战斗当中，炮兵部队负责轰击一线俄军，普通乌军旅负责夺取阵地。相持不下的时候，装甲旅和突击旅的任务就是发动致命一击，打开缺口。如果把北约援助的坦克装甲车辆和防空火力放一起，大概5个重型旅当作突击部队，搭配几万步兵从扎波罗热北部方向向南突击。这地方距离海岸线也就100多公里纵深，用海马斯基本就能打透。如果再加上战机打爆俄军就更简单了。坦克已经有了，战机还会远吗？北约援乌坦克之后，确实可以加强乌军地面部队的推进效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空军的支持。没有空中掩护，坦克就是活脱脱的靶子，被俄军缴获研究也不是不可能。
虽说之前美英德都表示不援乌战机，但是没几天英国的口风就变了。英国政府发言人当地时间2月8日表示，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英国喷气式战斗机，并且扩大英国提供的培训，将战斗机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包括在内。按照英国的培训计划，之前6个月已经培训了1万名乌克兰军人，今年能增加2倍。至于 F-16 大概率也会有，基辅可以雇佣退役 F-16 飞行员以及维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抗俄空天军。荷兰援助 F-16AB MLU 换装 F-100 发动机和新航电设备，但没有相控阵电子扫描雷达。单个战机理论上打不过苏35，但能在美国和北约电子侦察机和预警机指挥下，利用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挂载哈姆反辐射导弹和 SDB 型精确制导炸弹，战力不会差太多。作战体系这不就来了 ，F-16 制空、海马斯攻坚、豹2清场。如果援助再过分一点，那就是 F-16 制空、A-10舔地、阿帕奇攻坚、豹2清场，打完直接收工。最后还要加上北约的制裁，欧盟开始全面禁止俄罗斯产品，预计将使俄罗斯每年损失400亿美元。同时，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1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减少约80亿美元，加上之前开战后冻结的资金，俄罗斯已经亏麻了，国库都要空了，钱不够怎么打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俄罗斯的朋友很少。乌俄开战后，乌克兰背后是整个北约，俄罗斯背后大猫小猫2、3只，比如伊朗、朝鲜。俄罗斯袭击乌本土的主体就是伊朗的沙希德136。按照媒体报道，俄罗斯是拿苏35换的，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同时转移生产线；俄罗斯则是向伊朗提供苏35以及至少2套 S-400防空系统。这个苏35大概率就是埃及之前放弃的那些，数量未知，不过大概率不会少。按照媒体的说法，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6000架各型无人机，加上生产线，这价钱可不便宜。最近还说伊朗也在向俄罗斯出售中程弹道导弹，但目前还没有使用的确切证据。不过无所谓，伊朗之后也没精力援乌了，以色列出手了。以色列之前改口说考虑援乌铁穹肯定有伊朗的原因，并且表示要限制伊朗援俄，怎么做不知道，但大概率就是炮轰伊朗工厂，给伊朗找麻烦。至于朝鲜，没什么可说的，论常规军力，英法德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吊打朝鲜，支援的武器也有限，无法左右战局。总的来说，俄军要想打败乌克兰，实现去军事化目标，完全夺取公投4州，至少要全歼乌军1/3的野战力量，也就是说，至少全歼乌军35个野战旅，才能真正打败乌军。只可惜，这距离俄军还很遥远。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乌总攻什么时候开始？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